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上一集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神经网络是如何将各种不同种类的数据，比如蓝点和黄点区别开来的例子。那么在这些例子里面，我们搭建了4个神经网络。第一个神经网络就只有简单的一个神经元，就可以顺畅的把线性可分的图形给区别开来。第二个网络使用了前2级模拟异或的网络，第一层隐藏层是2个神经元，第二层隐藏层是1个神经元。这个网络要区分这种交叉蝴蝶形的图形，就有点力不从心了。那么第3个网络，我们在第2个网络的基础上，把第1个和第2个隐藏层的神经元数量都翻了一番，分别变成了4个和2个，就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第4个神经网络为了你和蓝点和黄点缠绕在一起成螺旋形的这么一个图形，我们又把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元增加了1倍，第1和第2个隐藏层的神经元数量变成了8个和4个。这个神经网络输出的结果基本上就可以将螺旋形的蓝点和黄点区分开了。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回顾上一期的内容呢？因为看完这些回顾，你一定会产生2个问题：神经网络的规模是怎么确定的？神经网络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吗？非常好的问题，但是对于第1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回答不了。不过我们可以回答第2个问题。第2个问题有着非常明确的答案，那就是通用近似定理 （Universal Approximation Theorem）。用一个非数学的语言来描述这个定理，大致是这样子的。对于任意的连续函数，无论它的变量 x 有多少维，都可以被一个只有2个隐藏层，但是每层神经元数量可变的前馈神经网络来无限的逼近。更简单更白话一点说，就是一个2层的前馈神经网络就可以任意精度来表示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函数。再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学的所有的函数都可以被一个2层的神经网络搞定。是不是突然觉得神经网络好厉害？是不是人工神经网络只要2层就够了呢？就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切了呢？好问题。现实世界呢，比人类现在能理解的最复杂的数学呢，还是要再复杂一些。现实世界是结构套结构的，一层一层套出来的，非常复杂。举个例子，量子力学已经够难的了吧？量子场论的数学公式已经是没有几个人能看懂了，但是这个难度不过是整个现实世界的一个开端而已。之前第4集简述 AI 应用的一集里面，我们就说过，一个细胞大概有100万亿个原子，单就一个细胞中各个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就能复杂到超越人类的认知水平了，更不要提成年人大约有30万亿个细胞构成，全世界有80亿人，这还不算地球生物圈的其他生物，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这里想说的是，用神经网络去模拟这个世界，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网络，一个2层的前馈神经网络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对我们这个频道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给了我们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和素材，要不然讲到这里，2层的前馈神经网络就可以全剧终了。预知更加复杂的网络结构是如何实现的，它们的功能又是什么？还请关注本频道，一起探索世界的奥秘吧。我们再细想一下，又来一个新的问题：世界这么复杂，神经网络的能力能够模拟全世界吗？这个闲着没事干的科学家也想过这个问题。通用近似定理 Universal Approximation Theorem有一个更一般的表述，那就是任何函数，包括非欧几里得空间的函数，都有一组特定的并且是无穷多数量的神经网络结构，可以以任意精度来近似这个函数。什么意思？我们找一个更加一般的白话的表述，就是只要神经网络足够大并且结构合理，就可以无限的接近整个真实的世界。这个定理就其实变相的解释了人类
能够认识世界的原因，我们能够认知这个世界，能搞清楚这个世界运行的原理，就是因为神经网络有无限拟合真实世界的能力。但是说到这里又会有另一个问题，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足够大吗？结构足够合理吗？能够完全认知这个世界吗？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是不行。生物从30-40亿年前开始进化，6亿年前开始出现原始的大脑神经节，5亿年前大脑出现不同的脑区，开始有了功能上的分工，2亿年前出现大脑皮层。凭什么说就是今天人类的大脑可以完美的认知了这个世界呢？不可否认的是，进化必然还会持续下去，所以人类也就是我们的大脑一定是有瑕疵的，一定是不完美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类是一个社会型的动物，社会的意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链接的，无论是父母子女的血缘链接，公司单位的上下级关系，购买生活必需品时候完成的交易，都是人和人链接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信息通过书本、报纸、视频、语音、图纸、动画等等的形式，在人类的社会中广为传播，通过人类的感官，把全人类的大脑实质上是联系在一起了。因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全人类的大脑是可以看作是一个更加巨大的神经网络结构的。那么依然是同样的问题，这个巨大的神经网络结构足够大吗？结构足够合理吗？能够完全认知这个世界吗？答案肯定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如果加入时间线，动态的来看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有答案的。虽然历史有反复，但是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人口数量会逐渐的增加，人和人之间的链接也更加的紧密，信息流动和获取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全人类所有的大脑通过社会间信息传递链接起来的这张巨大的神经网络也是在不断的进化的，适应着人类社会对世界认知逐渐加深的要求。因此，对于人类能否完全认知这个宇宙的答案，就变成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军备竞赛。至于这场竞赛中人类能不能赢，应该也没有人真正知道吧。说到这里的话，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人工神经网络是这张由全人类组成的巨大神经网络的一部分吗？那么必然是啊，毕竟人工神经网络是诞生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很显然，今天人工神经网络已经把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中占据了一个小小的位置。至于人工神经网络在全人类大脑组成的这张巨大的神经网络中能够长到多大，能占据多大的份额，由人类组成的部分最终会被挤到哪个角落，甚至是否完全会消失，应该也没有人知道吧。关于人工智能和人类能否共存，如何共存，还请参阅我们之前讲过的人工智能如何获取意识的3集的视频。下一期我们将会介绍今天讨论的通用近似定理 Universal Approximation Theorem 有非常密切关联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技术细节——激活函数，还请大家关注啊！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